加密世界警钟长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 DeFi 世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部新时代的狂野西部，在这里机会遍地都是，但风险也无处不在。代码就是法律，而一群数字世界的亡命之徒正躲在暗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些没人看管的巨额财富。那么在这狂野的西部，赌注到底有多大呢？这么说吧，156亿美元，你没听错，这不是什么电影里的特效数字，而是真金白银，就这么被盗走了。说真的，每一笔钱背后可能都是一个被彻底击碎的梦想。好了，今天我们就一块来翻开这本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结案编年史，咱们一起看看这些数字大盗们到底是怎样一步步进化，把这片新兴的金融前沿阵地搅得天翻地覆呢？你看这条时间线，这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犯罪进化史。2021年的时候，我们还见到了一个自称侠盗的独行侠。1年之后呢，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就登场了。然后到了2025年，这攻击手法已经进化的跟魔术表演似的，让你根本防不胜防，金额是越来越大，手段也是越来越高明。不过这故事的开头啊，其实还挺有戏剧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天真。第一起被载入史册的大案子，它的结局呢，绝对让你惊掉下巴。你能想象啊，有个人从银行偷走了6亿多美元，结果第二天他不仅分文不少全还了回来，还留了张纸条，上面写着说：嘿，你们的安保系统有漏洞，我就是帮你们测试一下。这就是 Poly Network 的那个黑客白帽先生干出来的事儿。他硬是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给整个行业上课的侠盗，但是啊，这种侠盗的浪漫主义很快就被冰冷的现实给打碎了。毕竟不是所有的亡命之徒都想给你上课。到了2022年，臭名昭著的朝鲜官方背景的拉扎鲁斯集团出手了，他们想要的只有钱，这一次可没有什么说教，只有赤裸裸的掠夺。你再看这一组数字，这可不是什么缓慢增长的曲线。你想想，2025年还没过完呢，损失金额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这说明什么？说明攻击者的火力正在呈指数级增长，这片西部正在变得越来越狂野，越来越危险。好，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结案造成的巨大破坏，现在是时候揭开魔术师的幕布了。这些像幽灵一样的攻击究竟是怎么得手的呢？咱们来解剖一个最经典的作案手法，这个手法叫做重录攻击。听起来很专业，但原理其实很简单。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古老的骗术，你从一个反应特别慢的当铺掌柜那儿取钱，就在他还没来得及在账本上划掉你的余额的时候，你通过一个秘密后门，一次又一次的回到柜台前反复取钱。当那个掌柜终于反应过来的时候，钱早就被掏空了。这个漏洞啊，可以说是 DeFi 世界的原罪之一了。早在2016年，一个叫DAO的项目就因它而倒下，还隐秘了加密货币史上著名的一次大分裂，也就是以太坊的硬分叉。但你以为这个古老的幽灵就这么消失了吗？并没有。到2025年 ，GMX V1 的攻击者给这个老掉牙的把戏装上了一个全新的引擎——闪电贷，让它的破坏力一下子提升了好几个数量级。整个过程啊，就像一场精心策划好的闪电战。第一步，先发起一个正常的提款请求，这是诱饵。第二步，也是最致命的一步，合约居然先把钱转给你，然后再去更新账本。第三步，你的恶意合约就像一个收到信号的间谍，立刻再次发起提款。第四步，循环开始了，就在账本更新前那微乎其微的时间窗口里，不断的提款、提款再提款，直到把最后一分钱榨干。面对这么凶狠的匪徒，难道建设者们只能束手就擒吗？当然不是。在狂野的西部，有亡命之徒，就必然会有拿起枪的法官。现在，咱们就来看看这场反击战怎么打。这其实引出了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在一片没有中央警察、没有法院的土地上，法律和秩序怎么建立起来呢？答案就是社区自己必须成为执法官。于是呢，一个由代码和共识构成的防御工具箱就应运而生了。这里面有事前预防，比如说请顶尖的审计团队来来回回检查代码；也有事中防御，譬如用时间锁来拖延攻击者，让他们没法快进快出。更有事后激励，设立高额的漏洞赏金，鼓励全世界的白帽黑客来当你的保安，而不是你的敌人。
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尽管防御手段越来越先进，这张图却揭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一旦钱被盗走，85%的资金都将永远消失在数字世界的深渊里，能追回来的真的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正是因为追回的希望太渺茫了，反而催生了一种很奇怪的共生关系。一些黑客不再是纯粹的破坏者，他们摇身一变成了赏金猎人。他们得手之后会主动联系项目方来谈判，说你看我拿走一部分作为赏金，剩下的还给你。就像在欧拉和 GMX 的案子里，黑与白的界限在这里变得前所未有的模糊。所以说这片前沿地带的故事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正义战胜邪恶的神话，它更像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博弈，一场建设者和破坏者之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持续对抗。你看这张表它非常清楚地展示了这场军备竞赛的升级过程。过去攻击者可能就是找简单的代码漏洞，而防御者呢做基础的审计就够了。但现在攻击者手里掌握着闪电带、跨链攻击，甚至还有 AI 工具进行全方位打击，而防御这一方也必须用上更复杂的手段来应对。说白了，就是双方都在逼着对方不断进化。从 Poly Network 那个亦正亦邪的侠盗，每一次攻击都是一次代价极其高昂的压力测试，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也像淬火一样，每一次都让这个生态系统变得更强大，也更有韧性。这一切最终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最初的问题，一个拷问每一个进入这片土地的人的问题。在这片机遇和危险并存的西部世界，你选择扮演哪个角色？你是一个致力于建设梦想的开拓者，还是一个带着枪来准备随时参加战斗的投机者呢？欢迎关注我的频道，咱们下期再见。